婚礼现场的玫瑰花瓣还未落地，沈燕婷的手已经搂上了林曼妮的腰。我看着这一幕，指尖掐进掌心，却没有痛感。红毯尽头，那个本该属于我的位置，此刻站着我最恨的女人。白色婚纱在她身上刺目的像一把刀，而我身上这件同样洁白的婚纱，却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清欢，对不起。沈燕婷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宴会厅，每个字都像钝器重击在我心上。我爱的人一直是曼妮，今天这场婚礼本就该是她的。600位宾客的哗然声几乎掀翻穹顶，我听见有人在笑，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窃窃私语。顾家那个养女果然配不上沈总。我父亲顾成海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沈燕婷，你这是什么意思？顾叔叔，对不起。沈燕婷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感情的事勉强不来。我妈拽住我爸的手臂，眼眶已经红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这5年来我怎样讨好沈燕婷的家人，不知道我为了这场婚礼亲自设计了每一处细节，不知道我今早还在想，我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一个不被顾家血脉承认的养女，终于要有家了。姐，你先下来吧。顾明珠的声音从台下传来，温温柔柔的，像在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别让沈总为难。我看向他，我这位妹妹，顾家真正的大小姐，此刻正用一种悲悯的目光看着我，嘴角却勾着若有似无的笑。她知道，她早就知道。沈燕婷挽着林曼妮走到宴会厅中央，与我擦肩而过时，她低声说了句，别闹得太难看，别闹得太难看。5年的感情，3年的等待，换来的就是这6个字。我伸手扯下头纱，蕾丝撕裂的声音在安静下来的宴会厅里格外清晰。司仪尴尬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该说什么。香槟塔还在冒着气泡，婚礼蛋糕上的糖花在灯光下反射着甜腻的光。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的不像是自己的，恭喜你们。然后我转身朝宴会厅大门走去，身后传来林曼妮娇柔做作的声音，清欢姐，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会让所有人看到我眼眶里的泪。顾家的养女可以输，但不能输得太难看。推开宴会厅沉重的大门，走廊的冷气扑面而来。我靠在墙上，指甲在掌心留下月牙形的红痕。手机震了一下，是助理小周发来的消息，顾总，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删掉这条消息，拨出另一个号码。秦叔，是我。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是一个苍老而恭敬的声音，大小姐，您终于愿意回来了。大小姐，这个称呼我已经10年没有听过了。10年前，我被母亲从京城送到江城顾家，从资本大鳄陆振廷的独生女，变成了顾家上不得台面的养女。母亲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等我长大了，等那些觊觎陆家财产的人不再盯着我们孤儿寡母，我就能回去了。可是她没等到那一天，她在我来到顾家的第3年就病逝了，至死都没有公开我的身份。秦叔每年都会来看我，每次都问同一句话，大小姐，什么时候回家？我从来没回答过，我以为沈燕婷会是我的家。秦叔，我看着走廊尽头镜子里的自己，妆容精致，眼底却一片死寂。今晚我要用陆家大小姐的身份出席一场宴会。哪一场？沈氏集团的庆功晚宴。我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他们以为今天只有婚礼，却不知道晚上还有一场更盛大的宴会等着他们。沈燕婷签下了南城地块的开发权，要办庆功宴。秦叔，那块地我要了。明白了。秦叔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小姐，您终于像您父亲了。挂断电话，我推开洗手间的门，站在巨大的落地镜前。镜子里的人穿着被羞辱的婚纱，眼眶通红，嘴唇被咬得渗出血丝。这副模样走出去，任谁都会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可是没关系，今晚之后，所有人都会记住另一个名字。我拉开手包，最里层夹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抱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
背景是陆氏集团大厦前的石狮子，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字迹已经模糊。囡囡6岁生日，爸爸永远爱你。陆振廷，京城商圈无人不知的名字。10年前死于车祸时，他的名字在财经版头条挂了整整1周。所有人都以为陆家完了，以为那个被藏起来的陆家大小姐永远不会再出现。他们错了。傍晚6点，天色渐沉，我换下婚纱，穿上秦叔送来的一套黑色礼服，丝绒面料，简约剪裁，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却处处透着低调的金贵。领口处别着一枚不起眼的胸针，白叠背底托上镶着碎钻，在光线下折射出陆家家徽的暗纹，一只展翅的鹰。我在顾家住了10年，从没戴过它。戴上它的那一刻，镜子里的人忽然变得陌生起来，不再是那个需要讨好所有人的顾家养女，不再是那个被沈燕婷当众羞辱的顾清欢，而是一个蛰伏了10年的猎手。手机又震了，顾明珠发来消息：姐，你在哪？爸很生气，你快回来吧。下面紧跟着另一条：别想不开，沈总本来就不属于你。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笑了。顾明珠，我的好妹妹，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帮林曼妮搭上沈燕婷，就能把我彻底踩进泥里？今晚你会知道，这10年来你踩在脚下的到底是什么人。南城地块的庆功晚宴设在江城的云顶酒店顶层，整层都被沈氏集团包下。我到达时，宴会已经开始半小时。门口的服务生看了我的请柬，目光在我脸上多停留了2秒，他大概认出了我是今天那场闹剧的另一个主角。女士，这边请。我没有走主入口，而是从侧门进了宴会厅旁的休息室。秦叔已经等在那里，身边站着2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都是陆氏集团在华东地区的高管。10年不见，他们见到我的第一眼，还是齐齐躬身：大小姐，坐。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南城地块的收购案准备到什么程度了？万事俱备。秦叔递过来一份文件，沈燕婷今天签下的开发权，其实是陆氏3个月前就布局好的。他以为是自己凭实力拿到的，不知道背后的土地收储、规划调整、拆迁谈判，都是我们暗中铺垫的。只要您一句话，整个项目的主动权就会回到陆氏手里。我翻开文件，一行行扫过去。沈燕婷为了这块地投入了全部身家，把沈氏集团的现金流几乎抽干，甚至还抵押了部分股权。他赌上了全部，以为自己赢得漂亮，可惜他要输得精光。走吧。我合上文件，站起身来，该去打个招呼了。秦叔为我推开门，宴会厅的喧嚣声扑面而来，水晶灯下，觥筹交错，衣香鬓影。江城的商界名流几乎全部到场。沈燕婷正站在主桌旁，身边是挽着她手臂的林曼妮。她换了一件红色晚礼服，笑得像朵盛开的牡丹，仿佛今天那场婚礼本就是为她准备的。顾明珠也在，站在沈燕婷的妹妹沈若身边，2个人交头接耳，时不时发出娇笑声。我父亲顾成海和我妈坐在不远处，表情都不太好看，大概是沈燕婷在婚礼上的举动让他们在宾客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从侧门进来，直到秦叔清了清嗓子，朗声道：陆氏集团执行董事陆清欢女士到。整个宴会厅骤然安静，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我看见沈燕婷的笑容僵在脸上，林曼妮的手指攥紧了她的袖口，顾明珠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我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走过光洁的大理石地面，每一步都清脆得像钟声。秦叔跟在我身后半步，姿态恭敬，姿态里是不容置疑的忠诚。陆氏，有人小声嘀咕，是京城的那个陆氏，陆振廷的那个陆氏，不是说陆家10年前就没人了吗？等等，他是不是今天那个？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充耳不闻，径直走到沈燕婷面前，微微仰起脸看她。她比我高一个头，此刻却像是被人压矮了半截。她见过我无数次低眉顺眼的样子，见过我为她端茶倒水，为她整理领带，为她的每一次晚归找借口的样子，
唯独没见过我这样看他，像看一个陌生人。沈总，我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周围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恭喜拿下南城地块。清欢。他终于回过神来，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请叫我陆总。我微微一笑，转向已经面无人色的林曼妮。林小姐，这件礼服不错，是 Balenciaga 的过季款吧？难得你穿得这么合身。林曼妮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她是明星出身，最怕人提她的品味和出身。姐。顾明珠快步走过来，脸上挂着僵硬的笑。你什么时候成陆家的人了？别闹了，今天是沈总的好日子。顾小姐。秦叔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挡在他面前，请注意你的措辞。陆总不是你的姐姐，10年前他寄养在顾家，是陆夫人与顾成海先生之间的私人安排。如今陆总回归陆氏，与顾家再无关系。顾明珠的脸色彻底白了，周围的人交头接耳的声音越来越大，所有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顾成海站了起来，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我妈拽着他的手臂，眼泪涌了上来。他们知道，他们一直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只是从来没有真正把我当成陆家的女儿。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养女，一个可以为了家族利益推出去联姻的棋子。顾叔叔。我转向他，语气平淡，感谢顾家这10年的照顾。从今天起，陆氏会以10倍的抚养费用偿还这份人情。此后，桥归桥，路归路。说完，我不再看他，他的脸色和我不再有关系。沈燕婷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面色沉了下去。你是陆振廷的女儿，你为什么不早说？你问过我吗？我反问，5年来，你问过我一句我的过去吗？你知道我哪天生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知道我害怕打雷吗？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我是顾家的养女，是一个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替代品。我没。你没有。我笑了一声，笑里带着10年积攒的寒霜。沈燕婷，你连我的名字都记不全。我叫顾清欢，是因为我母亲姓顾，取的是清欢2字，希望我清静欢喜。你每次叫我清欢，都不知道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吧？他哑口无言。我转身，从秦叔手中接过一份文件，放在主桌上。封面上印着陆氏集团的烫金标志，下面是一行加粗的黑体字：南城地块开发权益转让协议。沈总，我今天来，是代表陆氏集团通知你一件事。我的声音响彻整个宴会厅，清晰的像刀锋划过玻璃。南城地块的前期规划、土地收储和一级开发，全部由陆氏旗下子公司完成。按照合同约定，你有开发权，但规划调整权和配套建设的主导权归陆氏所有。沈燕婷的脸色一寸寸变得惨白。今天下午，陆氏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南城地块的规划方案将进行全面调整。原定的商业综合体改为市政公园和保障性住房，你签下的开发权作废了。宴会厅里炸开了锅。什么？这怎么可能？沈总今天才签的约，陆氏这是要沈氏死啊？沈氏投进去的10几个亿不就打了水漂？沈燕婷的手在发抖，青筋从额角抱起。顾清欢，你疯了？你这是公报私仇。公报私仇。我歪了歪头，语气天真的像在问一个真心不懂的问题。沈总，我是一个商人，商人只看利益，不看私仇。南城地块如果建商业综合体，周边居民的拆迁安置成本太高，投资回报周期超过15年，属于高风险项目。陆氏作为一级开发商，有权否决不合理的2级规划，这是合同，也是法律。我翻开文件，推到他的面前。白纸黑字，条款清晰，每一条都有法律效力。他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手指越收越紧，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你是认真的？我从不在生意上开玩笑。他猛地抬头，眼眶里已经布满了血丝。你这是要毁了沈氏？是你先毁了你自己。我迎上他的目光，不退不避。沈燕婷，
你用了5年时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今天在婚礼上推开我，觉得不过是扔掉了一个不值钱的顾家养女，但你不知道的是，你真正推开的是整个陆氏集团。身后传来高跟鞋急促的声响，林曼妮冲了上来，脸涨得通红。顾清欢，你不要欺人太甚。燕婷凭本事拿下的项目，你凭什么说作废就作废？我没有看他，目光越过他，落在正向这边走来的顾明珠身上。他的脸白得跟纸一样，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青。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如果我真的是陆振廷的女儿，那他这10年来在我面前炫耀的一切，顾家大小姐的身份，锦衣玉食的生活，父母的偏爱，全部都会变成一个笑话，一个巨大的丑陋的笑话。秦叔，我侧过头，请各位宾客入席，晚宴正式开始。我弯了弯嘴角，今天的庆功宴照常举行，只不过庆功的对象从沈氏换成陆氏。沈总开发权作废的违约金，陆氏照付，就当是今晚的酒水钱。秦叔应声而去。宴会厅里的乐队被重新安排，服务员开始上菜，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局面该如何收场。有人悄悄起身想走，被秦叔安排的人客气地请回座位。商界的规则很简单，谁的拳头大，听谁的。陆氏的招牌亮出来，在场没有人敢不给面子。沈燕婷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雷劈过的石像。林曼妮攥着他的手臂，指甲掐进他的肉里，他却毫无知觉。顾明珠扶着桌子，嘴唇哆嗦着，像是在拼命思考还能怎么挽回。而我转身走向主桌的主位，这个位置原本是留给沈燕婷的。我坐下来，秦叔为我拉开椅子，灯光打在我胸前的鹰形胸针上，折射出一片冷冽的银光。600位宾客的目光再次聚集过来，但这次目光里不再是嘲笑和怜悯，而是震惊、忌惮和重新审视。各位，我举起酒杯，声音平稳的像在主持一场普通的董事会，感谢大家出席今晚的宴会。我是陆清欢，陆氏集团的执行董事。从今天起，陆氏将全面进入华东市场，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多关照。安静了1秒，然后是稀稀拉拉的掌声。很快，掌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最后整个宴会厅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商人没有立场，只有利益。陆氏这2字的分量，足以让所有人立刻做出选择。我看见顾成海在犹豫片刻后，也举起了酒杯。我妈在旁边拽他的袖子，被他甩开了。我看见沈燕婷的合伙人，他的客户，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的举起酒杯，冲我露出讨好的笑容。众星捧月，不过如此。我看见林曼妮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最后转身冲出了宴会厅，高跟鞋崴了一下，差点摔倒，没有人去扶他。我也看见了顾明珠，他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我，目光里有恨意，有不甘，还有一种濒临崩溃的疯狂。我对他微微一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顾明珠，我在心里默念，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才刚刚开始。宴会散场时已是深夜，秦叔安排的车停在酒店门口，一辆黑色迈巴赫，车牌号是今日打头，尾号3个8。这块牌子在京城商圈无人不知，曾是陆振廷的座驾。10年没有上路，今天特意从京城运过来，就是为了这一刻。司机为我拉开车门，我正要上车，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清欢，是顾成海。他快步走下台阶，我妈跟在他身后，脸上一半是焦急，一半是困惑。在他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顾明珠站着没动，月光把他脸上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那是一种混合了恐惧和恨意的扭曲。清欢，你等等。顾成海走到我面前，气喘吁吁，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你知不知道今天这样做得罪了多少人？得罪人。我转过身，月光落在我肩头，凉得像水。顾叔叔，你觉得我在乎吗？他被我噎了一下，嘴唇动了动，语气软下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既然有这层身份，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你要是早说，沈燕婷她就不敢这样对我了。我替她把话说完，笑了一声。所以在你眼里，我对沈燕婷的价值只取决于我背后的家世。不是顾叔叔。我打断他，声音平静的近乎冷淡，这10年辛苦你了。他愣住了。我妈当年托你照顾我，你一定觉得很麻烦吧？一个6岁的小姑娘，不明不白的塞给你，又不能对外说明身份，还得当亲生女儿养着。你做的不错，真的。该给的吃穿用度都给了，该上的学校也上了。从表面上看，顾家没有亏待我。我妈的眼泪落了下来，她走上前想要拉我的手。清欢，你听妈说，你不是我妈。我轻轻挣开她的手，语气像在陈述一个天气。你的女儿是顾明珠，不是我。这10年来你对我客气又疏离，从不打骂，但也从不拥抱。我每次叫你妈，你都会下意识的皱眉。你以为我没注意到，其实我都记得。他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还有顾叔叔你。我转向顾成海，你觉得我不懂事，对吧？你觉得我应该像顾明珠说的那样，乖乖的从婚礼上下来，不要闹得太难看，然后继续做那个逆来顺受的顾家养女，等你们给我安排下一个联姻对象。他的表情告诉我，我说对了。可惜我不是。我拢了拢被夜风吹散的头发，我是陆振廷的女儿。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京城的商界大佬见了他都要客气3分。他白手起家，30岁创立陆氏，40岁做到行业龙头，靠的不是讨好和妥协。我像他。顾成海的喉结上下滚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顾家这10年的开销，60%来自陆氏的抚养费。这件事你知道，顾夫人知道，但顾明珠不知道。我看了一眼远处的顾明珠，音量刚好让她能听见。你以为那笔钱是我妈留下的遗产，其实不是，那是陆氏的信托基金，按月打到你账上。秦叔那有这10年的账单，要不要我让人送一份到府上？我妈猛地捂住了嘴，眼泪啪嗒啪嗒的掉。顾成海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一句，你这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关系？我歪了歪头，顾叔叔，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父亲的朋友吗？不是。你是我母亲的亲人吗？也不是。你只是一个受托人，拿了钱办了事。现在合同到期了，各走各的路，不好吗？说完，我不再看他。有些人不值得浪费更多时间。上车前，我的目光扫过台阶上的顾明珠，她站在那里，攥着拳头，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弦。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了一下，他眼里有火，我眼里有冰。火可以烧毁一切，冰也可以冻裂万物。姐，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你恨我？恨你？我笑了一下，笑意没有到达眼底。顾明珠，你觉得你值得我恨吗？你不过是顾家娇生惯养的一朵花，开在花盆里，就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你帮林曼妮接近沈燕婷，不过是想看我出丑。你以为抢走我的男人，就能证明你比我强？他没有说话，嘴唇咬得发白。你错了。我弯下腰，凑近他的耳边，压低声音，沈燕婷从来不是我的软肋。这5年来，她连我的盔甲都没碰到过。你以为你在捅我的心窝子，其实你只是在我穿不下的旧衣服上划了一道口子。顾明珠猛地后退一步，像是被烫到了。我直起身，扫了一眼台阶上的3个人。顾成海面色铁青，我妈哭成了泪人，顾明珠浑身发抖。这是顾家，是我住了10年的地方，是我曾经以为可以称之为家的存在。可它不是。对了，我上车前忽然想起什么，回头看了顾明珠一眼，明天你之前订的那条项链，不用去取了。他愣了愣，脸色骤变。你怎么知道？因为那家店是陆氏旗下的。我淡淡的说，你在店里跟经理说，要一条让所有人都移不开眼的项链，因为你姐姐的婚礼上，你必须是全场的焦点。经理把监控给我看了，你的确很上镜。车门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迈巴赫平稳的驶离酒店，
窗外的霓虹灯在玻璃上拉出一道道光弧。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太阳穴突突的跳。秦叔从前座递过来一杯温水，小姐辛苦了。我接过杯子，没有喝，只是握在手心。水温透过杯壁传到掌心，温热而妥帖，像一个迟到了10年的拥抱。秦叔，我妈当年有没有后悔过？车里安静了几秒，秦叔的声音低沉而谨慎。夫人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他嘱咐我一定要等您愿意回去的那一天，不要强迫您。他说您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我重复这2个字，舌尖泛苦。他一定没想到契机会是被人当众悔婚。小姐，我没事。我睁开眼，目光落在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夜景上。秦叔，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他没有回答。10年。我自问自答，从我6岁被送到顾家那天起，我就在等。等我长大，等我有能力拿回属于我的一切，等那些看不起我、利用我、践踏我的人付出代价。我每天都在等，等的都快忘记自己是谁了。现在您想起来了？是啊。我弯起嘴角，想起来了。车窗外，江城的夜色璀璨如星河。这座城市见证了我最狼狈的时刻，也将见证我最骄傲的归来。迈巴赫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栋小楼前停下。这是陆氏在江城的产业，一栋民国时期的老洋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铁艺大门上刻着那只展翅的鹰。到家了，小姐。秦叔为我拉开车门。我站在铁门前，仰头看着那只鹰。6岁时最后一次见到它，是在北京的老宅门口。20年后，我在千里之外的江城再次与他重逢。他还是那个样子，展翅欲飞，目光凌厉。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了。明天开始全面接手华东区的业务。我边往里走边吩咐，南城地块的后续处理，按法律程序走，不要让沈氏有任何翻盘的可能。另外，派人盯着顾明珠，他不会就这么罢休的。明白。秦叔跟在我身后。小姐，还有一件事。说。沈燕婷的母亲半小时前打电话到陆氏总部，说要见你。我脚步一顿。沈燕婷的母亲赵婉之是我见过的所有长辈里对我最和气的一个。这5年来，她没少在沈燕婷面前帮我说好话。今天婚礼上的事，她不在现场，大概是被沈燕婷刻意支开了。她想说什么？她没说，只说想跟您谈谈，以私人身份。我沉默了几秒。赵婉之是个体面人，丈夫早逝，一个人把沈氏撑到今天的规模，手腕和能力都不缺。唯一的软肋是他的儿子，他太溺爱沈燕婷了，溺爱到他做什么决定都觉得理所当然。告诉他，明晚7点，我在云顶酒店的茶室等他。是。走进洋房，大厅里的灯光自动亮起。装修是典型的老钱风格，深色木质护墙板，水晶吊灯，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片秋天的白桦林。我站在画前看了很久，才认出那是北京老宅后院的景色。秦叔不知什么时候退了出去，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温润的木地板上，脚底的凉意让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一直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断了。我跌坐在沙发上，把脸埋进掌心，肩膀轻轻颤抖。没有声音，没有眼泪，只是一种从骨髓深处涌上来的疲惫，铺天盖地的淹没了我。手机屏幕亮起，是小周发来的工作汇报。顾总，明天9点董事会，资料已备齐。我回了一个好，然后点开另一个对话框。那是沈燕婷的头像，一张她在办公室的照片，西装革履，意气风发。5年来，我们的聊天记录加起来不到300条，大部分是他单方面的指令。晚上有应酬，不用等我，明天帮我准备领带，帮我订束花送给我妈。我回的都是好，好，好，好。我往上翻了很久，翻到3年前的一条消息。那天是我24岁生日，我问他能不能早点回来，他回忙，就1个字。那一刻我坐在顾家的客厅里，
面前摆着一块顾明珠吃剩的蛋糕。我妈说，清欢，你尝尝，明珠买多了。我尝了一口，奶油是酸的。我把沈燕婷的对话框删掉了，然后把她的号码拉进黑名单。手机又亮了，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清欢，我们谈谈，求你了。燕婷她现在状态很不好，沈氏董事会明天要召开紧急会议，可能要罢免她的 CEO 职位，你能不能？我看了一眼，删掉，拉黑。今晚我给了沈燕婷致命一击，但这只是开始。南城地块只是沈氏的一条胳膊，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等着他。他欠我的远不止一个婚礼，而林曼妮、顾明珠以及所有在这场戏里扮演过角色的人，都会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我起身走向落地窗，拉开厚重的丝绒窗帘，窗外是江城的夜景，万家灯火像洒落人间的星星。这10年，我无数次站在顾家的窗户前看这座城市的夜景，想着总有一天我会站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属于自己的风景。现在这一天来了，手机第3次响起，这次是顾明珠打来的电话。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按下了接听键。你想怎样？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哭了很久。顾清欢，你到底想怎样？我叫陆清欢。我纠正他，语气平和，至于我想怎样，你很快就会知道。你不要太得意，你以为拿出陆家的招牌就能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沈燕婷不是你一个人的，沈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你今天不过是趁人之危。趁人之危？我轻轻笑了。顾明珠，你似乎对趁人之危这个词有什么误解。你今天在我的婚礼上笑着看我被当众抛弃，那才叫趁人之危。你暗中帮林曼妮牵线搭桥，挖我的墙角，那才叫趁人之危。我做的叫以牙还牙。电话那头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还有，我继续说，你以为林曼妮真的把你当好姐妹吗？她只是利用你接近沈燕婷。她红了之后，第一时间踹掉了帮她打拼的经纪人，转头就签了沈氏的娱乐公司。你以为她对沈燕婷是真爱？她爱的是沈氏的资源。现在沈氏要倒了，你看她还会不会留在沈燕婷身边？你胡说，那就走着瞧吧。我挂断电话，把手机丢在沙发上，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红酒，瓶身上附了一层薄灰，标签泛黄，是一瓶有年头的 Romani Conti。父亲在世时最喜欢收藏红酒，这大概是秦叔特意从北京运来的。我打开瓶塞，深红的液体流入醒酒器，散发出醇厚的果香。倒上一杯，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轻轻晃了晃。爸，我对着空气举杯，我回来了。红酒滑入喉咙，温润绵长。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远处的江面上有游轮的灯光缓缓移动，像一颗坠入人间的流星。这一夜我睡得很沉，10年来第一次没有做梦，没有梦到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站在陌生的院子里哭，没有梦到母亲苍白的脸和冰凉的双手，没有梦到沈燕婷的背影和婚礼上的玫瑰花。醒来时，阳光已经铺满了整个房间。新的一天，猎杀继续。董事会在陆氏江城分部的顶层会议室举行。我坐在长桌主位，左手边是秦叔，右手边是华东区的3位高管。全息投影屏幕上显示着南城地块的最新规划方案，红蓝两色的区块交错分布，代表商业区和住宅区的重新划分。沈氏那边有动静吗？我翻着文件，头也不抬。昨晚连夜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一位高管回答，沈燕婷的 CEO 职位暂时保住了，但被削掉了大部分决策权。他的母亲赵婉芝重新出山，暂代执行董事一职。赵婉芝，果然是他。沈燕婷这些年能够坐稳 CEO 的位置，全靠他母亲在背后撑着。现在儿子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当妈的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沈氏的股价呢？开盘跌停，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散户恐慌性出逃。按照这个趋势，1周之内沈氏的市值会蒸发 40% 以上。不够。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我要的是沈氏退出华东市场，
不是让他们换个 CEO 了事。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秦叔轻咳一声，小姐，赵婉之毕竟是老江湖了，他今晚约您喝茶，想必是想谈条件。条件？我笑了一声，秦叔，你觉得现在的沈氏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氏在华东深耕了20年，人脉和资源都不容小觑。如果赵婉之愿意做出足够的让步，我们也没必要赶尽杀绝。我要的不是让步，我打断他，我要的是沈燕婷亲手毁掉的东西，由我来决定怎么重建。秦叔没有再说话，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我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会议持续了2个小时，散会时已近中午。我刚走出会议室，小周就迎了上来，表情有些微妙。陆总，楼下有一位访客。谁？林曼妮。我挑了挑眉，这倒是个意外。昨晚他哭着跑出宴会厅，我以为他会躲起来避风头，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让他等着。我径直走向电梯，我先去吃午饭。小周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忍着笑点了点头。我在公司餐厅慢条斯理的吃完1份牛排，又喝了1杯咖啡，才不紧不慢的坐电梯下楼。1层大厅的沙发上，林曼妮已经等了快2个小时。她今天没化妆，素面朝天，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连衣裙，头发随意的扎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狼狈又憔悴。和昨晚那个穿红色晚礼服、光彩照人的准新娘判若两人。陆总。他看到我，立刻站起来，声音又细又弱，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猫。我能跟你谈谈吗？我扫了他一眼，在大厅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5分钟。他在对面坐下来，双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沉默了几秒，他忽然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我退出。什么？我退出，我不跟燕婷结婚了。昨天的事，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不知道你是陆氏的大小姐，如果你知道，你就会换一个人抢。我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他的脸涨得通红。不是，我是说，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燕婷的公司要垮了，她妈妈一夜白头，董事会逼她辞职，这都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你想要什么？我靠在沙发背上，翘起2郎腿。你想要沈燕婷这个人，我让给你了。你还想要什么？他咬住嘴唇，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我想要你放过他。放过他。我重复这3个字，觉得有些好笑。林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没有对沈燕婷做什么。南城地块的事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陆氏按照合同条款行使自己的权利，跟私人恩怨没有关系。你说谎。他忽然激动起来，你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恨燕婷不要你，所以你要毁了她，你把她逼到绝路上，就是想让她回来求你。我看着他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忽然觉得有点累。对付这种人，任何手段都显得多余。他们不理解规则，不理解博弈，不理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的1亩3分地，只在乎谁抢了谁的男人，谁赢了谁输了。林小姐，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她，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沈燕婷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在我的婚礼上选择了你，那就永远选择了你。我不会回头，她也没有机会回头。她的眼泪挂在脸上，表情愣着。至于她现在的处境，那是她做生意的后果。她看走了眼，押错了宝，就要承担亏损。商场如战场，没人会因为他的新娘是谁而手下留情。我顿了顿，补了一句，就像你混娱乐圈，也没人会因为你傍上了哪个大老板，就给你颁一个影后。最后一句话像一巴掌，结结实实的扇在他脸上。他猛地站起来，眼眶通红。你5分钟到了。我转身朝电梯走去，头也不回，送客。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大厅里传来林曼妮压抑不住的哭声。小周站在我旁边，表情纠结，想说什么就说。陆总，您刚才是不是他斟酌着措辞，太直接了。直接？我看着电梯镜面里自己的倒影，
我要是真的直接，就该告诉他，今天早上他的经纪人已经把解约函发到了沈氏娱乐，他的3个代言有2个宣布终止合作，还有1个在观望。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跑来替沈燕婷求情。小周瞪大了眼睛，让他哭吧。电梯门打开，我走向办公室，哭完了他就会明白，他能靠的只有自己。下午的时间在处理文件中度过。陆氏在华东的业务比我预想的要庞杂，地产、金融、新能源多条业务线同时推进。秦叔这些年把摊子铺得很大，但真正压阵的人一直没有到位。现在我回来了，所有的最终决策权都回到了这张办公桌上，签字、盖章、驳回、修改。一整个下午我没有离开过办公室，直到窗外天色渐沉，秦叔敲门进来，提醒我晚上的约会。赵婉之已经到了，他说比约定时间早了半小时。他一向守时。我合上最后一份文件，揉了揉发酸的手腕，走吧。云顶酒店的茶室在3楼，私密性极好，每个包间都有独立的通道。我走进去时，赵婉之已经坐在茶案前，亲手泡着一壶碧螺春。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头发挽成髻，珍珠耳环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和昨天婚礼上的缺席不同，今天的她看起来沉稳而克制，像一把收鞘的刀。陆总。他站起身，微微颔首。这个称呼从他嘴里说出来，比任何人都让我感到意外。赵董。我回了一礼，在他对面坐下，请坐。他坐下后没有急着开口，而是先给我斟了一杯茶。茶汤清碧，香气优雅。我接过来，没有喝，只是放在面前。茶室里安静了几秒。清欢。赵婉之忽然换了称呼，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疲惫。我今天不是以沈氏董事长的身份来的，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我看着杯中碧绿的茶汤，没有接话。燕婷昨天回去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晚上没出来。她的手指摩挲着茶杯边缘，指节微微发白。她从小到大没受过这种打击。我承认，是我把她惯坏了。她父亲走得早，我一个人撑着沈氏，总觉得亏欠了她，事事都顺着她。赵董，我终于开口，您没必要跟我说这些。有必要。他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因为你是唯一的变数。清欢，这5年来，我看着你对燕婷好，你是个好孩子，比那些围在他身边的莺莺燕燕强100倍。我私下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早点把你定下来。他总说知道了知道了，结果……他的声音哽了一下。结果他还是选了林曼妮。我替他把话说完，赵董，事情已经发生了，您现在跟我说这些，改变不了什么。我知道。他深吸一口气，我今天来，不是替他求情的。南城地块的事，是你按合同办事，沈氏认栽。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另一件事。他从小羊皮手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茶案上。文件并不厚，只有薄薄几页，但封面上的烫金大字却让我的瞳孔微微收缩。沈氏集团股权转让意向书。沈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链。赵婉之的声音重新恢复了冷静，像在商场上谈一笔普通的生意。南城地块的开发权作废，10几个亿的前期投入全部打了水漂。银行那边已经在收紧信贷，供应商要求提前回款，下个月的工资发放都有困难。我需要一笔过桥资金，数额是8亿。我扫了一眼文件上的数字。对，8亿。他看着我，我愿意出让沈氏 15% 的股权作为交换。陆氏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进入沈氏，不仅可以获得一个成熟的华东市场渠道，还能整合双方的地产业务。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我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碧螺春的香气在舌尖化开，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甜。赵婉之确实是个人物，他不是来求情的，他是来做交易的。他知道纯粹的求情在我这里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把姿态放得很低，但把筹码摆得很高。15% 的沈氏股权，在沈氏股价暴跌的当下，确实不算贵。而且沈氏的渠道和资源，
对陆氏在华东的扩张确实有用。条件呢？我放下茶杯，除了资金，您还有别的条件吧？他沉默了几秒，目光微微闪烁。我希望你能同意让燕婷保留库的职位。我笑了一声。赵董，您觉得可能吗？我出8个亿，拿到15%的股权，然后让那个当众羞辱我的男人继续坐在库的位置上。您觉得陆氏的董事会会同意，还是觉得我会同意？他只是挂名。赵婉之急急地补充，实际决策权在我手里，他只是。赵董，我打断他，语气冷了下来，您还是没明白，沈燕婷的问题不是他的职位，而是他这个人。您以为他这次摔了跟头就会长教训？不会的，他从小到大摔了多少次，每次都是您帮他爬起来。他习惯了，他习惯了惹祸有人兜底，习惯了伤害别人不用付出代价，习惯了把别人的真心踩在脚下。赵婉之的脸色一寸寸变白。我用了5年时间才看清他是什么人。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您用了28年都没看清，或者说您看清了，但您选择了视而不见。茶室里再度陷入沉默，窗外夜色已深，远处的车流声隐约可闻。赵婉之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女人，此刻看起来不过是个心力交瘁的母亲。你说的对。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把她宠坏了。她父亲去世那年，她才8岁。我总觉得对不起她，觉得她没了父亲，我就要加倍补偿。她要什么我给什么，她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直到昨天，她抬起头，眼眶泛红。昨天我从北京赶回来，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曼妮比清欢更拿得出手，清欢只是顾家的养女，配不上沈家。我的手顿了一下，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但从赵婉之嘴里转述出来，还是像一根针扎进皮肤里。我打了他一巴掌。赵婉之说，28年，我第一次打他。我沉默着，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赵董，我把茶杯放下，沈氏的15%股权，陆氏不要。他愣住了，但我会借钱给沈氏。我看着他惊讶的表情，继续说道，8个亿，年利率按央行基准利率算，3年期，不附加任何股权条件，不干涉沈氏的经营决策，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沈燕婷必须离开沈氏管理层，不是挂名，不是暂代，是彻底离开。从董事会到执行层，所有职务一并解除。我一字一顿，我要他在全公司面前从沈氏的大楼里走出去，就像昨天他在所有人面前让我从婚礼上走出去一样。赵婉之的嘴唇颤抖起来，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旗袍的下摆，指节发白。清欢，这是唯一的条件。我站起身，您不用现在回答我，3天之内给我答复就行。过了3天，这个条件也作废，到时候沈氏是死是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一半又停下脚步。赵董，我没有回头，您说的对，他父亲走得早，他很可怜，但您有没有想过，我6岁就没了父亲，15岁没了母亲，我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寄人篱下10年，被当成外人，被当成棋子，被当成随时可以扔掉的东西。我比他更可怜，可我没有变成他那样的人。茶室的门轻轻合上，走廊里灯光柔和，我靠在墙上，闭了闭眼，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不疼，但闷得慌。赵婉之说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转，曼妮比清欢更拿得出手，这句话比婚礼上的那一幕更让我恶心。婚礼上是冲动，是选择，是情绪化的决定，而这句话是评判，是衡量，是把我和林曼妮放在天平上称重之后得出的结论。原来在他眼里，我连被抛弃的价值都被评估过。小姐，秦叔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您没事吧？我睁开眼，站直身体，没事。走吧。电梯里，秦叔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就说。小姐，
您给赵婉之开的条件是不是太仁慈了？他斟酌着措辞，8个亿的低息贷款，对沈氏来说简直是救命钱。唯一的条件是让沈燕婷走人，这对他来说惩罚太轻了。轻吗？我看着电梯镜面里自己模糊的轮廓，秦叔，你觉得沈燕婷最在乎什么？秦叔想了想，权力。他从小被人捧惯了，最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对，那我让他失去权力就够了。我说，让他从沈氏大楼的旋转门里走出去，让他的下属看着他离开，让他的对手拍手称快，让整个商圈都知道他不再是沈氏的继承人。对沈燕婷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电梯门打开，酒店的旋转门外有记者蹲守，闪光灯在夜色中亮起，像一颗颗突兀的星星。秦叔迅速挡在我身前，护送我上了车。车门关上后，他才叹了口气，小姐，我还以为您会让他倾家荡产。倾家荡产？我摇了摇头，那不是我的风格。我是一个商人，商人讲究利益最大化。让沈氏垮掉，对陆氏有什么好处？沈氏的渠道和资源会散掉，被其他竞争对手瓜分。与其便宜别人，不如让沈氏活着，活在一个必须对我感恩戴德的位置上。赵婉之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怎么做。车窗外，云顶酒店的轮廓渐渐远去。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弹出几条新闻推送，标题都差不多：沈氏危机，陆氏千金身份曝光，联姻破裂引发商战，后面跟着各种耸人听闻的猜测。有一篇报道里配了一张图，是昨天婚礼上我被推开的那一瞬间。照片拍得很清楚，沈燕婷的手搭在林曼妮的腰上，我站在红毯边缘，头纱被风吹得遮住了半张脸。画面里我的表情看不清楚，但那个姿势像极了被遗弃的样子。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了过去。秦叔，我说，明天帮我约顾明珠。顾明珠？秦叔微微皱眉，小姐要见他。不是我要见他，是他要来见我。我弯了弯嘴角，我今天在董事会上放出去的风声，这会儿应该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了。顾家在南城有一套老宅，正好在市政公园的规划范围内。如果要拆迁，顾家的那套老宅必须拆掉。他爸做不了主，他妈只会哭，他只能来找我。秦叔沉默了片刻，低声道：小姐，您这是要把顾家也卷进来？不是卷进来。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是让他们回到该回的位置上去。这10年来，顾家享受了陆氏的抚养费，住着用陆氏的钱装修的房子，过着用陆氏的钱维持的体面生活。他们忘了一件事，那些钱从来不是他们的。现在我只是让他们想起来而已。车停在老洋房门前，铁门上的那只鹰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走进客厅，壁炉上方的油画还在那里，秋天的白桦林沉默地注视着空荡荡的房间。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坐在沙发上，让思绪慢慢沉淀。手机震了一下，顾明珠发来的消息，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照片是10年前的，2个小女孩站在顾家的花园里，一个穿着公主裙，笑得像朵花，那是顾明珠；另一个穿着明显大1号的旧裙子，站在角落里，表情拘谨而茫然，那是我。照片下面，他终于发来了文字：不管你变成谁，你在顾家永远是个外人。我看着这句话，慢慢笑了。你说的对。我打字回复：我在顾家永远是个外人，因为我本来就是外人。这从来就不是我的家，我也从来没指望它变成我的家。但顾明珠，你想过没有，你这个所谓的内人又能做什么呢？你的一切都是顾家给的。离开顾家，你是谁？有人会叫你顾小姐吗？有人会给你开公司吗？有人会请你做主位吗？对方显示正在输入，然后停了，又输入，又停了。我放下手机，端起酒杯，红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细细的酒痕。这一刻，窗外忽然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梧桐叶上，沙沙作响。江城的夏天总是这样，白天晴好，夜里暴雨如注，就像人心，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流涌动。一口饮尽杯中酒，
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轻声说了一句：妈，你看，那些欠我们的，我都会一个一个讨回来。壁炉上的油画沉默着，雨声渐大。顾明珠果然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顾成海和我妈一起，3个人站在陆氏江城分部的会客室里，像一支前来谈判的小型代表团。顾明珠站在最前面，化了全妆，穿着一身香奈儿的粉色套装，手腕上是卡地亚的新款手镯，耳垂上缀着2颗圆润的珍珠，浑身上下都在说一句话：我过得很好，你没资格可怜我。我坐在会客室的单人沙发上，秦叔站在身后，双方之间的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但没人有心思喝茶。姐，顾明珠先开口了，称呼还是那个称呼，但语气变了。听说南城地快要建市政公园，我们家在那边有一套老宅，你知道的吧？知道。我点了点头。顾叔叔当年用陆氏的抚养费买的，3进院子，占地2亩，按现在的市价，拆迁补偿不会低于5000万。顾成海的脸色微变，他知道这笔账经不起推敲。当年陆氏的抚养费是按月打过来的，用途写的是照顾陆清欢女士的生活及教育，但他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那套老宅，写的是他和顾夫人的名字。这件事在顾家没人提，但在账面上清清楚楚。清欢，你别误会。顾成海咳嗽了一声，那套房子是当年你妈让我帮忙买的，说将来给你做嫁妆。嫁妆？我笑了一声，顾叔叔，您编瞎话的本事见长啊。那套房子是3年前您过50大寿时当众宣布留给顾明珠的，您忘了？那天来了50多个客人，我还帮忙端茶倒水来着。顾成海的脸涨成了猪肝色。陆清欢，顾明珠终于撕下了那层虚伪的客气，你少在这里翻旧账。那套房子写的是我爸的名字，拆迁补偿也是按产权来的，跟你没关系。我们今天来找你，是因为你在陆氏手里，南城地块的规划你说了算。你要是不想让顾家拿不到拆迁补偿，就痛快点。明珠，我妈在后面拽她的袖子，你好好说话。我好好说话。顾明珠甩开他的手，声音拔高了8度，妈，你还没看明白吗？他根本就不是来叙旧的，他就是要报复我们，报复我们全家。从他6岁进咱们家那天起，他就恨我们。我看着顾明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你说的对，我平静的开口，我是恨你们。会客室安静了下来，顾明珠的嘴还张着，但后面的词全卡在了喉咙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承认，但不是因为你说的那种恨。我端起茶几上的水杯，慢慢喝了一口。我不恨你们对我不好。说实话，在顾家的这10年，除了让我吃顾明珠的圣诞糕，让我穿顾明珠的旧衣服，让我在顾明珠过生日时端盘子倒水之外，你们确实没对我做什么。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给饭吃。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对得起那份抚养费。顾成海的表情松弛了一瞬，但你们做了另一件事。我放下水杯，目光扫过3个人，你们把我当成了顾明珠的对照组。他考了90分，你们就说你看你姐姐多用功，他闯了祸，你们就说你怎么不学你姐姐，他在外面被人夸漂亮，你们就说清欢虽然不如明珠漂亮，但是懂事。你们从来没打过我，但你们一直在用一种更残忍的方式对待我，你们让我在这个家里永远是一个配角。我妈的眼泪流了下来。清欢，我们没有。有。我看着她，你们每次介绍我的时候都说这是清欢，我们家的养女，你们从来没忘记强调那个养字。你们觉得这是实事求是，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对一个孩子来说，被反复提醒你不是亲生的意味着什么？他捂住了嘴。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他们。我今天愿意见你们，不是来叙旧的。南城地块的拆迁方案已经定了，按照统一标准执行，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顾家那套老宅的补偿款，按照政策该多少就是多少，我不会多加1分，也不会少给1毛。身后传来顾明珠松了一口气的声音。但是，我转过身，看着他刚刚松懈下来的表情重新绷紧，
那笔钱到账后，请你们在3个月之内把这10年来从陆氏信托基金收到的每一笔钱整理清楚，我会派人去对账，如果账目有问题，我会按照法律程序追回。顾成海的脸色彻底白了。你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重新坐回沙发上。顾叔叔，这10年陆氏打给顾家的抚养费累计金额是多少？您心里有数。我不要求您一笔一笔的报账，但大的支出要对得上，比如我的学费、生活费、医疗费。如果有不明去向的大额支出，比如那套老宅，我会请审计介入。你不能这样。顾明珠猛地站起来，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那是爸的名字买的房子，凭什么给你对账？凭那笔钱是陆氏给的钱。我看着他，语气平淡的像在播报天气。凭那笔钱原始用途是抚养我的费用，不是给顾家买老宅的经费。凭我是陆振廷的女儿，是陆氏集团的执行董事，是那笔信托基金的最终受益人。够了吗？顾明珠踉跄后退了一步，撞在沙发的扶手上，整个人跌坐下去。他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磕在红木扶手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顾成海扶住了他的肩膀，看着我，喉结上下滚动了几次，最终挤出一句话：清欢，你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死路？我歪了歪头，顾叔叔，我只是要求账目清楚。如果账目没问题，你们1分钱都不会少。如果账目有问题，那补上就行。这是合法的财务审计，不是逼谁上死路。除非您心虚。他哑口无言。我妈忽然站了起来，绕过茶几，走到我面前。她的眼眶通红，眼泪把妆容冲得一塌糊涂。她伸出手，像是想拉我的手，但又在半空中停住了。清欢，她的声音沙哑，妈知道对不起你，但明珠是你的妹妹，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她都是你的妹妹。你现在发达了，能不能放过她？我看着这个叫了我10年清欢的女人，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在顾家，她是唯一一个偶尔会对我露出愧疚表情的人，但也仅仅是愧疚而已。每次顾明珠抢我的东西，她都会用那种愧疚的眼神看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哄她的亲生女儿。顾夫人，我避开了她的手。顾明珠是你女儿，我不是。你想要救她，可以让她在南城地块的拆迁听证会上公开向媒体说明一件事。什么事？说明当年陆氏的抚养费被顾家用来买了那套老宅，说明他顾明珠戴的手镯、穿的香奈儿、开的保时捷花的都是陆氏的钱，说明这10年来顾家对外宣传的视如己出，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顾明珠猛地抬起头，眼眶几乎要裂开。你做梦。我笑了一下，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起身朝门口走去，秦叔上前一步为我把门推开。走廊里的冷光泻进来，照在我身上，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身后传来顾明珠歇斯底里的声音：陆清欢，你别走，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你要是没那个死鬼老爹，你算什么东西？我停下脚步，缓缓转身。秦叔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他刚要开口，被我抬手制止了。我看着顾明珠，看着这个在顾家当了20年公主的女人，此刻像泼妇一样涨红了脸。你说的对。我的声音很轻，但所有人都听到了，我是投了个好胎。我父亲陆振廷白手起家，30岁创立陆氏，40岁做到行业龙头，50岁车祸去世。他的名字到现在还刻在京城商会的功勋墙上。你刚才说什么？死鬼老爹。顾明珠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顾明珠，你父亲顾成海靠什么起家的？你心里没数吗？我一步一步走回去，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每一声都像鼓点。他原本只是京城一个普通的建材代理商，是我父亲给了他第一笔大订单，让他有了第一桶金。我妈送我去顾家，是因为顾成海跪在我妈面前发誓，说他一定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你口中的死鬼老爹，是你们顾家3代人都还不清的人情债。顾明珠的脸从红变白，
又从白变青。他身边的顾成海已经面无人色，拉着他往后缩。你骂我可以。我停下脚步，站在他面前，但你再敢骂我父亲一句，我让你顾家在华东无立锥之地。我说到做到。说完，我转身大步离开。身后会客室的门缓缓关闭，隔绝了顾明珠的哭声、顾夫人的呜咽声、顾成海的叹气声。那些声音像隔着一个世界，遥远而陌生。回到办公室，我在转椅上坐下，揉了揉太阳穴。秦叔端了一杯温水过来，放在我手边。小姐，您今天说的太多了，有些人不值得浪费口舌。我知道。我端起水杯，但有些话憋了10年，不说出来不舒服。秦叔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小姐，关于那套老宅的事情，其实不必让他们公开道歉。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直接走法律程序，挪用信托基金款项，这在法律上是重罪。我知道。那您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机会？我转动转椅，看向窗外。雨已经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间漏下来，照在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金色的光。因为我想看看，到了最后，顾明珠到底是会选择保住她的脸面，还是选择保住她的家人。秦叔没有说话。他这个人最在乎的就是面子，让他公开承认顾家花了陆氏的钱，比扒他一层皮还难受。但如果他不承认，他爸就得进监狱。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秦叔沉默良久，叹了口气，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端起水杯，但我很期待答案。窗外，城市的天际线在雨后显得格外清晰。远处的工地上，塔吊缓缓转动着吊臂。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旧的东西被推倒，新的东西拔地而起。有些人踩着废墟往上爬，有些人被埋在废墟下面。我曾经是被埋在下面的那一个。现在轮到我来决定，谁该被埋在下面。手机在桌面上震动了一下，我低头看去，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陆清欢、沈燕婷今天在公司交接时当场昏倒，被送进医院。赵婉之让我通知你。消息来源是沈燕婷的秘书。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5秒，然后把手机翻了过去。秦叔，帮我准备一束花。送给谁？送给沈燕婷。我转过转椅，重新面对窗外，卡片的落款写：祝你早日康复。陆氏集团全体同仁敬上。秦叔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是，小姐。沈燕婷住院的消息在商圈里传得很快。第二天一早，关于沈氏集团内部动荡的报道就占据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标题五花八门，但核心意思都一样：沈燕婷被解除全部职务，其母赵婉之重新掌舵，沈氏的未来悬而未决。有的媒体用了断臂求生这个词，有的更直接，用了一个字：崩。我翻完这些报道时，正坐在陆氏江城分部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是秦叔连夜准备好的，针对顾家挪用陆氏信托基金的初步调查结果。数字比我预想的要大。10年间，陆氏信托基金向顾家累计支付了4800万抚养费，其中用于我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支出加在一起不超过800万，剩下的4000万被顾成海以各种名目挪用，买房、投资，给顾明珠开公司、买车、珠宝，顾明珠的出国游学费用，每一项都有清晰的银行流水佐证，铁证如山。4000万。我合上文件，看向站在办公桌前的秦叔，按现行刑法，这个数额够判几年？挪用资金罪，数额巨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的，法定刑期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按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以判到无期。无期。我重复这2个字，把文件推到一边。顾成海今年56岁，判10年，出来66岁，判无期，就死在监狱里了。秦叔没有接话。窗外天色阴沉，一场更大的雨正在酝酿。江城的6月总是这样，暴雨和暴晒交替进行，像这座城市里正在上演的戏码一样反复无常。
先不急着报警。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等顾明珠的选择。秦叔应了一声，退出了办公室。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空调嗡嗡的运转声。手机震了几下，是小周发来的消息：陆总，下午3点的商会论坛，您确定参加吗？沈氏那边临时换了出席人选，赵婉芝亲自来。我看着这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2秒，然后回复参加。江城的商会年度论坛在国金中心举行，规格很高，基本上华东叫得上名的企业家都会出席。沈燕婷原本是今天论坛的主要演讲嘉宾之一，以她的性格，大概连演讲稿都提前3个月写好了，准备借这个场合宣布沈氏拿下南城地块的辉煌战绩。可惜主角换人了。下午3点，我准时到达国金中心，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里面是白色的真丝衬衫，领口别着那枚鹰形胸针。秦叔跟在我身后，面色如常，但目光始终在人群中巡视，保持着一名老管家特有的警觉。签到处的接待人员看到我的名字，立刻站起来，态度恭敬的过分。论坛主办方在昨天连夜调整了座位安排，把我从后排提到了前排正中央。这大概就是商圈的现实，一夜之间，我的身份从顾家养女变成了陆氏执行董事，连带着座位也前移了5排。会场的灯光调得很暗，只有台上亮着聚光灯。我落座时，前排已经坐了不少人，见到我之后纷纷站起身来寒暄。有人递名片，有人套近乎，有人用久仰久仰开头，说完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久仰什么？久仰我昨天还是顾家的养女。赵婉芝坐在离我不远的位置，她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套装，头发挽得一丝不苟，妆容比昨天在茶室见到时更浓了一些，大概是用来遮掩熬夜的痕迹。她的目光和我交汇了一瞬，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迅速移开了。轮到她发言时，她站在台上，姿态依然从容，讲的都是沈氏的战略规划、行业趋势、未来展望，一句都没有提南城地块，也没有提沈燕婷。台下的记者们等了又等，始终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那个名字。但有人替他们问了。提问环节，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站起来，声音清脆：赵董您好，我是华东财经的记者。外界普遍认为，沈氏集团目前的危机与陆氏集团的突然干预有直接关系。请问沈氏和陆氏之间是否存在私人恩怨导致的商业冲突？全场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我和赵婉芝之间来回移动，像在看一场无声的网球赛。记者们掏出了录音笔，摄影师们的镜头对准了我们2个人。赵婉芝沉默了几秒，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平稳的不像是被问到这种问题。沈氏和陆氏之间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私人恩怨，沈氏尊重市场规则，也尊重所有商业伙伴的合法权益。在此，我想借这个场合向各位说明一件事。他顿了顿，目光忽然转向了我。昨天，陆氏集团的陆清欢女士同意向沈氏提供8亿元人民币的过桥资金，以帮助沈氏度过目前的流动性困难。这笔资金的利率是央行基准利率，条件宽松，充分体现了陆氏作为战略伙伴的担当和格局。沈氏对此深表感谢。台下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记者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连主办方的嘉宾都交头接耳起来。8亿贷款，这和他们预想的陆氏踩死沈氏的剧本完全不同。赵婉芝从讲台上走下来，径直走到我面前，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一幕。她伸出手，我看着她的手，这只手昨天在茶室里颤抖过，此刻却纹丝不动。这是一个母亲的冷静，也是一个商人的体面。我站起来，握住她的手。赵董客气了。我说，这是正常的商业合作。闪光灯噼里啪啦的亮起来，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赵婉芝握着我的手用了用力，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只有我能听到的话：燕婷想见你。我的笑容没有变化。在哪？医院。他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肯签字。我松开他的手，重新坐下。赵婉芝也在助理的簇拥下离开了会场。论坛还在继续，但我已经没有心思听下去了。沈燕婷要见我，
这个要求在我预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一定要当面问我为什么，一定觉得只要见到我就有机会翻盘。那就让他问吧。傍晚时分，我独自一人去了医院。赵婉之挑的是一家高端私立医院， VIP 病区在顶层，走廊里安静的像图书馆。护士领我到沈燕婷的病房门口，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陆女士，沈先生今天情绪不太稳定，请您。知道了。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病房很大，装修的像5星级酒店的套房，落地窗外是江城的夜景，万家灯火铺展开去，很美。沈燕婷靠在病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手腕上还埋着留置针。她的脸色苍白的像纸，眼眶深陷，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3天没见，她老了10岁。你来了。她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我在窗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离她的病床有2米远，这个距离让我们都感到安全。听说你要见我，有什么话就说吧。她看着我，目光里有太多情绪在翻滚，愤怒、不甘、悔恨，还有一种我以为不会在她眼里看到的东西，那种东西叫恐惧。我妈说，是你主动提出借钱给沈氏的。是。为什么？她猛地提高了声音，你恨我。我知道你恨我，你应该看着沈氏垮掉才对。你为什么要借钱给我们？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我弄死？我看着她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心里异常平静。沈燕婷，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为了你？她愣住了。我做这个决定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语气平淡的像在做一份商业分析。沈氏在华东有20年的渠道积累，有一整套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有超过3000名员工。如果沈氏破产，这些都会散掉。陆氏要进入华东市场，与其从零开始搭建体系，不如保住沈氏这个现成的跳板。8个亿买一个成熟渠道，比我自己砸20个亿去建划算得多。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你让我把沈氏弄死。我笑了笑，那叫意气用事。我从来不做意气用事的事。沈燕婷，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重要，你只是这笔交易里必须被清理掉的一个变量。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得他浑身发抖。必须被清理掉的变量。他重复这几个字，每个字都像是在嚼一块碎玻璃。对，因为你的存在会影响沈氏和陆氏的合作，董事会不信任你，投资人也不信任你。你在沈氏一天，沈氏的信誉就一天恢复不了，所以你必须走。我顿了顿，这是纯粹的商业决策，和私人恩怨无关。他低下头，肩膀剧烈的颤抖着。过了很久，他忽然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浓重的苦涩。5年，他说，顾清欢，我们在一起5年。你现在跟我说，我做的一切都不值得你私人怨恨。你是太看得起商业规则，还是太看不起我？我叫陆清欢。我纠正他，另外不是5年，是4年零11个月。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是4年前的7月14日，你那天约我看电影，迟到了40分钟。你说临时有个会，后来我在你助理那里看到你的日程，那天晚上你约的是林曼妮，她临时取消了，你才来找的我。他的脸色从苍白变成了灰白。还有，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在婚礼上推开我之前对我说别闹得太难看。这句话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傲慢的羞辱。不过没关系，我接受，因为跟你在一起的这5年是我给你脸了。现在我把这张脸收回来。我走向病房门口，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了。身后的沈燕婷忽然开口，声音沙哑的像破风箱。如果没有林曼妮，如果我在婚礼那天没有推开你，你会不会？不会。我打断他，没有回头，因为我迟早会变回陆清欢，而你接不住一个姓陆的女人。门在身后轻轻合上，走廊里灯光惨白，我靠着墙壁站了一会儿，胸口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的松开，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被调松了。手机在包里震动，我掏出来一看，是秦叔发来的消息，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顾明珠刚打了电话到公司，说愿意谈。我看着这条消息，慢慢直起身。走廊尽头的窗户外，江城的夜色璀璨如星河，霓虹灯在云层下铺成一片光海，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故事，有的刚刚开始，有的已经落幕。我把手机收回包里，朝电梯走去，该去收最后一张网了。顾明珠约的地方出乎我的意料，不是高级餐厅，不是他的美容院，也不是顾家的别墅，而是一家开在老城区巷子深处的大排档，塑料桌椅，红色灯罩，油烟味混合着孜然和辣椒的香气，熏得人睁不开眼。这是10年前我初到顾家时，经常被顾明珠拉着来的地方。那时候顾家还没有搬到别墅区，住在老城区的一套3居室里。顾明珠每次考试考砸了，就会拉我来这里吃烤串，一边吃一边哭，哭完了拿我的零花钱付账。他那时候说，姐，等我以后发达了，我天天请你吃大餐。后来顾家发达了，他再也没请我吃过一顿饭。我穿过狭窄的过道，在角落里找到了他。他一个人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摆了一盘烤串和2瓶啤酒，没有化妆，头发随意的扎成马尾，穿着一件旧 T 恤和牛仔裤，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不见了，耳垂上的珍珠也摘掉了。他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回到10年前的样子。坐。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一瓶开了盖的啤酒推到我面前。我在他对面坐下，没有碰那瓶酒。大排档的老板娘端着刚烤好的串过来，看见我时愣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身上这套剪裁精致的西装和这里的环境太不搭了。顾明珠接过盘子，说了声谢谢，然后自顾自地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大口。你还记得这里吗？他边嚼边说，嘴角沾着辣椒油。记得，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被辣椒呛得直哭。我跟你说，多吃几口就习惯了。你那时候什么都听我的，我说往东你不敢往西。他笑了一下，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现在反过来了。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他吃了一串羊肉，又拿起一串鸡翅，动作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大排档里人声鼎沸，隔壁桌的几个大叔正在划拳，声音大得像打雷。电视里放着体育频道的球赛，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喊着进球了进球了。陆清欢，他放下竹签，用纸巾擦了擦嘴角。我爸那件事能不能算了？算不了。他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答案。端起啤酒瓶喝了一大口，啤酒沫粘在他的嘴角上，他没有擦。那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你要我公开道歉？行。你要顾家吐出那套房子？行。你要我跪下来给你认错？也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但是你别动我爸，他年纪大了，受不了那个。顾明珠，我靠在塑料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你知道这10年来，我最羡慕你什么吗？他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忽然转移话题。你有一个可以替你兜底的父亲。我说，你在外面闯了祸，他帮你摆平；你考试没考好，他帮你找关系；你想开公司，他拿陆氏的抚养费给你当启动资金。你从来不用考虑后果，因为你知道有人会替你承担。他的眼眶开始泛红。我没有。我看着他，我16岁的时候，顾成海让我签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我自愿放弃顾家所有财产的继承权，作为交换，顾家会负担我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时候我不懂，后来我才知道，那份协议意味着什么。什么协议？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不知道这件事。你不知道的事多了。我笑了一下，比如你不知道，你爸给我签的那份协议，其实是违法的。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监护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我16岁时签的那张纸，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再比如你不知道，你妈其实来找过我。就在3年前，沈燕婷向我求婚的那天晚上，我缓缓地说，你妈跟我说，沈燕婷是顾家先看上的，原本是要介绍给你的，是我抢了你的机会。她让我主动跟沈燕婷分手，把她让给你。
顾明珠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她猛地站起来，撞到了塑料桌子的边缘，啤酒瓶晃了晃，差点倒下。我妈，不可能，你可以回去问她。我语气平淡，我拒绝了她的要求。然后她就去找了林曼妮。林曼妮是你介绍给沈燕婷的，这件事你没忘吧？你以为你是在帮林曼妮，其实你只是在帮你妈。她不想让我嫁进沈家，也不舍得让你亲自出马去做撬墙角这种脏活，所以她让你去牵线搭桥，让林曼妮去当那把刀。她跌坐回凳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的抖动。我不知道，她的声音闷在掌心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这么想的。你当然不知道，因为没人告诉过你。我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她，顾明珠，你活在一个被所有人保护的很好的世界里，你的父母替你做了所有的决定，替你挡了所有的风雨，甚至替你做了所有的坏事，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我的婚礼上笑着说姐，你先下来吧的时候，你以为那只是一句玩笑。他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我今天来见你，不是来听你求情的。我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油腻腻的塑料桌子上，这是一份和解协议，你签了它，顾成海的案子我就不追究。他猛地抬起头，脸上全是泪痕。真的？先看内容。他用颤抖的手指翻开文件，越看脸上的表情越复杂。文件不长，只有3页，但每一条都足以让他掉一层皮。第一条，顾明珠以个人名义发布公开道歉声明，承认顾家10年间不当使用陆氏信托基金款项的事实。第二条，顾家名下老宅的所有权归还陆氏集团，作为部分偿还款项，剩余未还部分由顾家在3年内分期偿还。第三条，顾明珠及其直系亲属未来不得在陆氏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亦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陆氏集团的商业活动。第四条，他念出声来。第四条，本协议签署后，顾明珠及其母亲顾夫人需在公共场合亲口承认，陆清欢女士在顾家寄居期间未对顾明珠及其家人做出任何不当行为。此前顾夫人在社交场合发布的针对陆清欢女士的负面言论，均为不实之言，应予撤回并道歉。他读完之后抬起头，眼眶通红。我妈在外面说过你什么？她说我忘恩负义，说我勾引沈燕婷，说我在顾家偷东西。偷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你的手镯、你的化妆品、你的男朋友。我看着他逐渐瞪大的眼睛，这些话传到了沈燕婷母亲的耳朵里，传到了林曼妮的耳朵里，传到了整个江城的太太圈里。你以为林曼妮为什么那么看不起我？因为有人在过去3年里一直在给他喂料。顾明珠猛地捂住嘴，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滚落下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让你公开道歉。我把一支笔放在文件旁边，签了它，你爸不用坐牢。不签，3天之内检察院的起诉书就会送到你们家。他盯着那支笔，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像在做一场关乎生死的抉择。大排档里的电视机里传来进球后的欢呼声，隔壁桌的大叔们还在划拳。老板娘端着菜从我们身边经过，看了一眼哭花了脸的顾明珠，又看了一眼西装革履的我，一脸困惑的走开了。顾明珠终于拿起了笔，他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杆，在纸上签下顾明珠3个字时，笔尖戳破了好几处纸面。签完之后，他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整个人瘫在塑料椅子上，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还有一件事，我要当面告诉你。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沈燕婷在婚礼前1天来找过我。我的瞳孔微微收缩。他让我帮忙确认一件事，你是不是顾家的亲生女儿？他说他觉得你不对劲，觉得你有事瞒着他。我告诉他，你是顾家的养女，没有背景，没有家世，什么都没有。我还告诉他，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还告诉他，如果他想娶林曼妮，我可以帮他。婚礼上换新娘的环节是我帮他设计的。沉默。大排档里的喧嚣声忽然变得很远很远，像是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看着顾明珠那张哭花的脸，
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荒诞的释然。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在猜的那个谜底就是这个。沈燕婷在婚礼前一天还在犹豫，是顾明珠最后推了她一把。谢谢你的坦白。我收回那份签好字的协议，声音平静的不像是自己的。这件事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让我确认了一件事，我的报复一个都没冤。我转身穿过油烟和喧闹，朝大排档的门口走去。身后传来顾明珠的声音，细弱的像文瑞，姐，对不起。我没有回头。走出巷子，秦叔的车已经等在路边，夜风裹着烧烤的烟火气吹过来。我站在车门前，忽然觉得眼眶有点涩，不是哭，是一种干涩的疲惫，像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旅人，终于看到了绿洲，却发现绿洲只是一面镜子。小姐，秦叔的声音从车里传来。我坐进后座，车门关闭，隔绝了外面的喧嚣。秦叔，我说，帮我查一下沈燕婷婚礼前一天的通话记录，还有她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明白。他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车窗外，江城的夜色一如既往的璀璨，灯火在夜幕中连成一片光的海洋，每一盏灯都是一个故事。有些故事已经结束了，有些故事才刚刚开始。1周后，沈燕婷正式从沈氏集团离职的消息登上了所有财经媒体的头版。沈氏公关部发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说沈燕婷因个人健康原因辞去沈氏集团一切职务，并感谢她多年来为沈氏做出的贡献。声明里还特意提到了陆氏集团的资金支持，用了一个很官方的词，战略合作伙伴。我放下报纸，站在落地窗前。陆氏江城分部的视野极好，能一直望到江对岸的青山，山尖上缠绕着一层薄云，被晨光染成了金色。距离那场被毁掉的婚礼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这半个月里该倒的都倒了。沈燕婷离开了沈氏，据秦叔说，她和林曼妮已经分手。林曼妮在沈燕婷住院的第3天就搬出了她的公寓，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珠宝首饰，连她送的订婚戒指都没留下。她的经纪公司和她解了约，代言掉了个精光，最新一条社交动态下面全是骂她第三者的评论。赵婉芝接管沈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沈氏娱乐出售给了另一家公司。林曼妮随后的最后一条圈内通告也被取消了。顾家那边，顾明珠的公开道歉声明在社交媒体上挂了一整天，评论区炸了锅。有人骂他白眼狼，有人同情他被人当枪使，还有人挖出了顾成海当年跪求陆家的旧事，把顾家的底裤扒得干干净净。顾家的老宅已经过户到陆氏名下，其余欠款正在分期偿还中。顾成海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据说在家闭门不出，连老朋友都不见。我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没接。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道歉的话占了一整屏，最后问能不能见一面。我回了一句再说吧，然后把手机丢到了抽屉里。小姐，秦叔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京城那边来的消息。我接过文件，翻开，是一份股权证明书，陆氏集团全部股份的继承确认书。10年前，这份文件就该交到我手上，但因为母亲隐瞒了我的身份，因为各路虎视眈眈的股东，因为我年纪太小无法保护自己，他被锁在京城律师事务所的保险柜里，等待主人成年。从现在起，您是陆氏集团的合法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51%。 秦叔微微躬身，恭喜小姐，您终于拿回了属于您的一切。我合上文件，手指抚过封面上那只展翅的鹰，父亲的鹰。10年前他抱着我站在北京老宅门口，指着门匾上的这只鹰跟我说，囡囡，这是咱们陆家的标志，鹰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以后要是遇到迈不过去的坎，就想想这只鹰。小姐，秦叔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还有一件事。说，沈燕婷的母亲赵婉芝今天早上召开了一个小型媒体见面会，她在会上宣布了一件事。什么事？沈氏集团将正式启动与陆氏集团的全面战略合作，首批合作项目包括南城地块的市政公园建设、
陆氏新能源在华东的销售渠道整合，以及一个联合公益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孤儿的抚养和教育。我挑了挑眉，赵婉之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快。他不是傻子，知道单靠那8个亿只能解决眼前的危机，要真正让沈氏走出泥潭，必须抱紧陆氏这条大腿。而他切入的角度也很精妙，公益基金，资助孤儿，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陆氏表态，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向儿子赎罪。他还说了一句话，秦叔顿了顿，他说沈燕婷的过错是他这个做母亲的没有教好，他愿意用后半生去弥补。沉默了几秒，告诉他陆氏同意合作。我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公益基金的细节你来负责，我只有一个要求，基金的名字叫清欢基金。秦叔微微一愣，随即点头，明白。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了几下，递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一段视频，拍摄于半小时前的沈氏媒体见面会现场。赵婉之站在台上，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色套装，面对镜头说了一句话。沈氏集团对顾清欢女士，也就是陆清欢女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歉意。感谢她在沈氏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也感谢她在这5年间对沈氏家族的无私付出。沈家欠她的不是8个亿能还清的，这个公益基金是我个人对她的敬意。台下的记者们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密集的快门声。我把手机还给秦叔。赵婉之是个明白人，我说，可惜明白的晚了点。不晚。秦叔收起手机，难得的笑了一下，至少沈氏现在活过来了。陆氏在华东的布局也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支点。我点了点头，重新坐回转椅上。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晃眼的白光。秦叔，你说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小姐指的是，该报复的人都报复完了。沈燕婷没了公司，林曼妮没了事业，顾明珠没了脸面，顾家没了房子，所有人都得到了该得的报应。接下来呢？秦叔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小姐，您有没有想过报复之后的事情？我转过头看着他。20年前，老爷创立陆氏的时候，目标不是报复谁，他的目标是把陆氏做成京城第一，全国第一。10年后，他做到了。现在陆氏到了您手上，您的目标是什么？我沉默着。窗外的云层散开了，大片的阳光涌进办公室，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金色。远处江面上的船只来来往往，鸣笛声隐约可闻。秦叔，我说，安排一下，下周我要回北京。陆氏总部闲置了10年，该重新亮灯了。秦叔的眼睛亮了一下，深深鞠了一躬，是，小姐。他退出去之后，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张旧照片，穿黑西装的男人抱着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背景是陆氏大厦前的石狮子。照片背后那行钢笔字已经模糊了，但我每一个笔画都记得清清楚楚。囡囡6岁生日，爸爸永远爱你。爸，我对着照片轻声说，我回来了。照片上的男人沉默地笑着，笑容凝固在20年前的时光里。窗外的城市喧嚣依旧，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深秋的时候，南城地块的市政公园正式开工。开工仪式的规格很高，市长亲自出席，赵婉之代表沈氏集团致辞。陆氏集团作为一级开发商，自然是全场的焦点。我站在红毯中央，手里拿着一把系着红绸的铁锹，面前是一块刻着清欢基金南城市政公园的奠基石。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我，我弯下腰，挖起第一锹土，扬在基石上，泥土的清香在秋风中散开。人群里，我看到了很多张脸。秦叔站在前排，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老管家特有的骄傲，比他自己站在台上还要骄傲。赵婉之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头发白得更多了，但精神看起来不错。沈氏在陆氏的资金支持下顺利度过了难关，股价已经收复了大部分跌幅。他今天致辞的时候特意提到了清欢基金，
说这个基金已经资助了超过100名孤儿。台下响起了真诚的掌声。我没有在人群中看到沈燕婷，据说她离开沈氏之后，去了南方的某个城市，在一家小公司做普通职员。也有人说她出国了，在某个商学院读书。我没有去求证。她的故事在我走出病房的那一刻就结束了。顾明珠也没有来，她在道歉声明发布之后就销声匿迹了，社交账号全部注销，人也不在江城。有人说她去了外地工作，也有人说她出国了。我妈给我打过2次电话，我都接了。一次是她告诉我顾成海住了院，心脏的问题；一次是她问我能不能一起吃顿饭。我答应了第二件事。那顿饭吃得很沉默，她瘦了很多，头发的白发几乎全白了。她一直在给我夹菜，夹完了又不知道说什么，就那么看着我，眼眶红红的。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一个红包，说是补给我的嫁妆。我收下了。红包里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4个字：对不起，妈。我把银行卡捐给了清欢基金，纸条放在抽屉里，和父亲的照片放在一起。铲完土之后，开工仪式进入了自由交流环节。记者们围上来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关于陆氏未来规划的。我一一回答，措辞客气而疏离。这是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课，在商场上永远不要让你的真实情绪被人捕捉到。人群渐渐散去时，我注意到一个男人站在工地边缘的铁丝网外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胡子拉碴。他隔着铁丝网看着我，没有挥手，没有喊叫，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是沈燕婷。我们的目光在秋风中交汇了几秒钟，然后他转身，低着头，消失在了街道拐角处。秦叔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小姐，要让人跟上去吗？不用。我把铁锹递给工作人员，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该结束了。是。回到车里，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脸上，暖洋洋的。秦叔发动车子，平稳地驶离工地。小姐，下周北京的董事会议程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还有京城商会的入会申请也批下来了。另外，有几个投资机构想约您见面。秦叔，我先睡一会儿。车里安静了下来。秦叔调低了空调的风量，又关掉了收音机。迈巴赫在江城的街道上平稳穿行，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满了人行道。恍惚间，我做了一个很短的梦。梦里我还是6岁，扎着羊角辫，坐在北京老宅的院子里。父亲蹲在我面前，正在给我系鞋带。他的手指很粗，但动作很温柔，每一个蝴蝶结都系得端端正正。囡囡，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头，爸爸要出差，你在家乖乖的。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很快。他笑着捏了捏我的脸，等院子里的白桦树叶子变黄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梦里的我抬头看向院子里的白桦树，树叶是翠绿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梦就醒了。窗外，江城的梧桐叶正在飘落，一片接一片，像一场金色的雪。我睁开眼，看着后视镜里的自己。镜子里的人眼角已经有了细微的纹路，那是10年蛰伏留下的印记。他不年轻了，但他很清醒。他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陆氏的重担，京城的风浪，商场上的明争暗斗，都在前面等着他。但他不怕了。秦叔，在，小姐。北京老宅后院的那些白桦树还在吗？秦叔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纹从他的眼角漾开，像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在，小姐，一颗都没少。每年秋天，叶子都黄得特别好看。好，我也笑了，回家吧。车子拐过一个弯，驶上江桥。前方的天际线上，夕阳正在缓缓落下，把整片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江水在桥下奔流不息，反射着晚霞的余晖，像是流动的金子。一场秋风吹过，卷起路边的落叶，打着旋儿飞向天空。每一片落叶都在告别枝头，每一个告别都在迎来新生。